显化就一定要对自己彻底的诚实，这是啥意思呢？举个事例啊，这两天有不止1、2个宝宝都是来找我，就是说他们跟 SP 的事儿，上来都会说自己实践了一段时间了，状态已经很稳定了，然后但是现在这个状况还是这样啊，但是还是没有在一起呀，怎么样啊，然后来跟我说这些，但是一怎么就说就会说啊，但是我之前的故事已经不影响我了啊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影响，他先会这样说。然后说一说，你就会发现他会跟我说，但是他们现在我给他发一个信息回的特别的慢啊，但是他不给我回消息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焦头烂额的我就担心他在干嘛呀？他为什么不给我回这个消息？2个小时才回我呀？啊，多长时间才回我呀？啊，我在这个中间收到一个手机滴铃一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心都跳起来了，怎么样的，就开始这样子了。那你很明显就知道他完完全全没有不被这个故事影响，完完全全没有不被这个3D 影响，而且还中毒很深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一般会压制住自己，让自己对这个事情不要有太大的反应，不是不要有太大的反应，而是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反应之后，压制住自己，不要让自己表现出来，觉得自己这样就是平稳了。但是其实在这么小的一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不回你消息的时候，你直接就起来了，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焦虑、焦急、担心、乱码七糟的一切情绪都已经起来的时候，你要么是跟他对抗，要么就是忍下去。那你已经有了这个念了，你已经开始担心了，你已经有了这个情绪了，你就是跟他对抗也好，还是不跟他对抗也好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他们会觉得，以前他们不回他消息的时候，他就不停的问，不停的对抗，然后这样呢，无果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之后现在变成了我不跟你对抗了，我忍了。他觉得他每次忍下去之后，他觉得这个就叫做我已经平稳了，我已经平复了，我已经在一个不太被3D 影响的世界里面存活着了。其实不是的，而是你在妥协，你在不敢看见自己的这个反应了。你觉得看见自己这个反应太痛了，你选择忽视了。但是这不是双倍的痛吗？难道你去掩盖住这部分痛，它就不痛了吗？只会把你那部分的担忧、担心掩藏得更深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也会 A 很多，类似于他想我呀，他时时刻刻都想我呀，他会来见我呀，他特别爱我呀，啊，巴拉巴拉一大堆。但是，一般这样的朋友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去帮他们制定肯定语的话，我都会去帮他们制定能找到他们在他们世界里面重要的那些肯定语，比如说我要的我都可以得到呀，比如说我是无条件被爱的呀，比如说我值得呀，比如说我足够了呀，这一类的，代表着他是谁，他自己是谁，他在他的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肯定语。因为这些话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本身，如果你没有杂念的时候，你本就是的一个状态，你很难去怀疑的一个状态。如果说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就是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，那你要这个人怎么可能不得到呢？那你是这个世界上无条件被爱着的人，你世界外的这些人不存在，他们只是你通过外界来体验自己对自己爱的一个工具。那这个人他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你如果是你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人，那他怎么可能向你展示你不重要呢？你永远都知道自己是值得的话，那这个人怎么可以告诉你说你不值得呢？对不对？在你退一步的时候，你的肯定语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的匮乏了。你在每次把这个人加到你的肯定语里去的时候，你都不知不觉的骗自己，觉得自己不担心，自己没有什么情绪，自己在一个满足了的氛围里面说的这个肯定语，但是很难。所以基本上我在帮他们制定完肯定语以后，他们看见这个肯定语里面完全没有他的那个 SP，他就会特别的惊慌，就觉得那我说这样的肯定语我还能得到他吗？所以说你看他的目的性就会很强，他之前说的所有的肯定语都是为了得到什么，但是你在说肯定语是为了得到什么的时候，就是在强调这个东西还不属于我，还在强调你之前的故事，还在相信着你没得到。如果你一直还相信着我没得到的话，那你怎么进入了一个平稳的状态？你怎么不担心？你怎么不焦虑呢？但是你一直都说你平稳的时候，你就又把你的这份焦虑盖在了下面，你就不去看见真实的这部分的你自己了。所以在我给一些朋友们指出他的问题之后，他去改变了他的肯定语之后，他去实践的过程中，他觉得这一天要么会觉得特别的心慌，要么就会觉得特别的担心、焦虑，怎么地，反正都是比较负面的情绪。因为他之前隐藏起来的、掩盖住的这些自己真实的情绪，就浮到水面上来了，他才真正的开始看见了。在你真正看见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时候，你才能去改变自己怎么想的，才能去不再做那个你了。如果你一直都看不见自己真正是怎么想的，那他就会一直这样的循环影响你，控制你，你还不自知。显化不是在上一个数学课、语文课这样的课程，在这里学一个知识，学一个技巧，学完了这些之后去考试。显化本身就是你的生活，没有人会考你的，你只有自己对自己诚实，才能不再去循环了，真正的拿回自己的力量。